美国国防部长说，中国不是10英尺高的巨人，美军不怕面对一场惨败，那就试试看谁的个子高。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天少。自从中美两国元首进行视频会晤之后，两国关系在表面上看起来呢有所缓和，但是美国打台湾牌的动作依然频频不断。美国除了鼓动东欧小国在台海问题上挑衅中国之外呢，在军事层面也不断的加大侦察机在台海地区活动的力度。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汀更是不甘寂寞，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台海的正常活动进行了污蔑。奥斯汀表示，解放军的战斗机、轰炸机和其他的战机近期在台海附近多次出动，似乎呢是针对台湾军事行动的一个彩排。奥斯汀强调，中国不是10英尺高的巨人，未来他将面对的是美国。五角大楼正在制定新的国防战略，一体化威慑将是新战略的基石概念。那么这个概念中，两个关键的要素就是要加强盟友和伙伴的关系，以及美国要保持军事科技的创新能力。面对记者的提问，他拒绝评论美军将如何应对中国大陆进攻台湾，只是表态称要帮助台湾地区获得自卫能力。针对奥斯汀的上述言论，国内的媒体认为，就算中国没有美国那么高大，但是中国人有信心在台海与美国量一下身高。我们一定要让美国这些政客或军方人士搞明白，在他们不应该去的这个世界的某些地方，尤其是在中国的家门口比高低，否则他们很可能就真的从高个子变成一个矮子。那么我们如何来理解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的上述言论？恐怕还没那么简单。那么首先，美国表面上承诺帮助台湾获得自卫能力，但实际上仍在为武力干涉台海问题做准备。不管中美关系如何发展，中美两军在台海的实力对比如何变化，美军都不会放弃武力干涉台海的准备。奥斯汀说，中国不是身高10英尺的巨人，那么表明他对美国自己的军事力量还是有一定自信的。美国呢，现在也在调整和确定对付中国的新战略，也就是说，美军呢现在已经习惯了当世界老大，在亚洲呢也曾经参加过多次局部战争，比如说朝鲜战争、越南战争等等。就算面对解放军获胜的可能性不大，但是他们仍然在做战争的准备。不过，由于中国军队的主要拳头集中在保家卫国和维护统一大业上，那么未来的发展趋势很可能呢对美军不利。其次，中美两国在台海问题上有可能进入相互军事威慑的阶段。美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呢，仍然会继续对中国施压。奥斯汀说得很明白，美国未来要玩一体化的威慑，说白了就是通过军事科技的创新能力，再加上联合其盟友对中国呢进行军事威慑，以达成其阻止中国统一的目的。中国要应对这样的战略，反其道而行之就可以了，给美国更大的威慑。中美两国可能会因此而进入一个常规武器军备竞赛的历史阶段。不过，美军在亚太地区的部署面临着很多的问题，包括基地数量少、后勤补给难等一系列的问题。美军的战略劣势从某种角度讲是很难改变的。另外，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完成统一的决心和意志也是美军无法相比的。美方企图利用他的强大武力来吓唬中国，小心最后把自己给吓坏了，因为玩火者必自焚。为了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和平以及亚太地区的和平，中美两国避免打仗应该是最好的办法。当然，这样的一个结果不是通过喊口号就能得来的。我们必须打造出一支拥有强大实力的、能够让美军生畏的作战力量。只要我们做好充分的准备，一旦美军胆敢用武力来干涉台海问题，它面临的下场和结果恐怕不容其乐观，甚至呢有可能会导致美国霸权的崩溃。这恐怕是美军不得不考虑的问题，因为在台海问题上，美军输不起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